同学们，前面我们学习了脂肪的分解代谢，下面我们继续学习脂肪的合成代谢。脂肪的生物合成包括甘油的生成、脂肪酸的生成，以及由甘油与脂肪酸合成脂肪3个步骤。脂肪合成的部位在肝脏、脂肪组织及小肠黏膜细胞。脂肪也叫甘油三酯，其大致的合成过程是葡萄糖的降解产物三磷酸甘油和脂酰辅酶 A 在转纤酶的催化下生成1脂酰三磷酸甘油，转纤酶继续催化1脂酰三磷酸甘油与脂酰辅酶 A 生成磷脂酸，磷脂酸磷酸酶催化磷脂酸水解，去掉一个磷酸集团，生成1,2甘油二酯，转纤酶继续催化1,2甘油二酯与脂酰辅酶 A 反应，生成甘油三酯。我们首先了解甘油的生物合成。甘油是由糖酵解的中间产物磷酸二羟丙酮在细胞质中合成的。磷酸二羟丙酮在磷酸甘油脱氢酶催化下，在碳二位酮基上加氢，产物为三磷酸甘油。磷酸酯酶催化三磷酸甘油水解掉磷酸集团，生成甘油。事实上，在甘油和脂肪酸缩合成脂肪时，需要的是三磷酸甘油，而不是甘油。下面我们接着学习脂肪酸的生物合成。生物体内的脂肪酸多种多样，不但链的长短不一，不饱和键的位置和数目各不相同。脂肪酸的合成是在细胞质中以乙酰辅酶 A 为原料，消耗 ATP 和 NADPH 生成16碳的软脂酸，然后经过加工生成各种脂肪酸。脂肪酸的合成过程包括3个部分：饱和脂肪酸的从头合成、脂肪酸碳链的延长、不饱和键的形成。饱和脂肪酸的从头合成过程是在动物细胞质基质中进行的，植物则在叶绿体和前质体中进行。合成过程以乙酰辅酶 A 作为碳源，合成不超过16碳的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的从头合成过程可分为乙酰辅酶 A 的穿梭、丙二酸单酰辅酶 A 的形成、脂肪酸链的合成3个阶段。柠檬酸穿梭的实质为解决乙酰辅酶 A 的来源问题，因为乙酰辅酶 A 是合成脂肪酸的主要原料，它来自丙酮酸氧化脱缩及氨基酸氧化等过程，这些代谢过程都是在线粒体内进行的。而脂肪酸合成发生在线粒体外，由于乙酰辅酶 A 不能直接穿过线粒体内膜，需要 ATP 功能通过柠檬酸穿梭方式转移到线粒体外。乙酰辅酶 A 和草酰乙酸在柠檬酸合酶的作用下生成柠檬酸。柠檬酸在线粒体内膜上柠檬酸载体的运载下进入细胞质，在细胞质中的柠檬酸在柠檬酸裂解酶的作用下裂解为草酰乙酸和乙酰辅酶 A。 乙酰辅酶 A 在细胞质中参与脂肪酸的合成，草酰乙酸在苹果酸脱氢酶的作用下加氢生成苹果酸， NADH 提供氢。苹果酸可以被线粒体内膜上的载体运转到线粒体基质，苹果酸也可以在苹果酸酶的作用下脱氢脱缩生成丙酮酸，从而丙酮酸在载体的帮助下进入线粒体基质。进入线粒体基质的丙酮酸在丙酮酸羧化酶的作用下合成草酰乙酸。进入线粒体基质的苹果酸也可以在苹果酸脱氢酶的作用下脱氢生成草酰乙酸，循环反应持续进行。所以柠檬酸穿梭的实质是将线粒体基质中的乙酰辅酶 A 运送至细胞质中，参与脂肪酸的生物合成。柠檬酸穿梭一次使一分子乙酰辅酶 A 由线粒体进入胞液，同时消耗2分子 ATP， 还为机体提供了 NADPH 以补充合成反应的需要。在植物体中，线粒体内产生的乙酰辅酶 A 先脱去辅酶 A， 以乙酸的形式运出线粒体，在线粒体外由脂酰辅酶合成酶催化，重新形成乙酰辅酶 A。 因此植物体内可能不存在柠檬酸穿梭过程。
在脂肪酸的从头合成过程中，参入脂肪酸链的二碳单位直接供体是丙二酸单酰辅酶 A， 在乙酰辅酶 A 缩化酶的催化下，消耗 ATP， 乙酰辅酶和碳酸氢根反应形成丙二酸单酰辅酶 A。 原核生物中，乙酰辅酶缩化酶由3个不同的亚基组成，每个亚基行使着不同的功能，分别称作生物素羧基载体蛋白 BCCP、 生物素缩化酶和羧基转移酶，其中 BCCP 上连接有生物素。动物及高等植物体内，乙酰辅酶缩化酶也是由多个亚基聚合而成的，每个亚基间具有生物素羧基载体蛋白、生物素缩化酶和羧基转移酶的催化功能，但只有当它们聚合成完整的酶后才有活性。乙酰辅酶的缩化是一个不可逆反应，是脂肪酸合成的限速步骤。脂肪酸合酶系统简称 FAS 是一个多酶复合体，它包括乙酰辅酶 A、ACP 转移酶、丙二酸单酰辅酶 A、ACP 转移酶、贝塔酮酯酰 ACP 合酶、贝塔酮酯酰 ACP 还原酶、贝塔羟酯酰 ACP 脱水酶、烯酯酰 ACP 还原酶等6种酶。复合体中还含有脂酰基载体蛋白 ACP 作为辅助蛋白。不同生物体内脂肪酸的合成过程相似，但 FAS 的组成却不相同。不同生物脂肪酸合酶系统模式图。不同生物体中的 ACP 十分相似。大肠杆菌中的 ACP 是一个由7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热稳定蛋白质，在它的第36位丝氨酸残基的侧链羟基上连有4磷酸泛酰氰基乙胺。ACP 的辅基有如一个转动的手臂，以其末端的氰基携带的脂酰基依次转到各酶的活性中心，从而发生各种反应。脂肪酸合酶系统上有2种活性氰基用于运载脂肪酸，除 ACP 上有一活性氰基外，贝塔酮酯酰 ACP 合酶上也有一活性氰基，这是由该酶多肽链上一个半胱氨酸残基提供的，它是脂肪酸合成过程中脂酰基的另一个载体。把 ACP 上的称中央氰基，贝塔酮酯酰 ACP 合酶上的称外围氰基。脂肪酸链的形成过程是以乙酰辅酶为起点，由丙二酸单酰辅酶在羧基端逐步添加2碳单位，合成出不超过16碳的脂酰基，最后脂酰基被水解生成游离的脂肪酸。整个过程都是在脂肪酸合酶系统中进行，由其中的酶和蛋白质协调完成。脂肪酸合成的第一阶段，乙酰基和丙二酸单酰基进位，包括3个过程。首先，乙酰基进位，乙酰辅酶在转移酶催化下，乙酰基被转移到中央氰基上。其次，乙酰基移位，乙酰基由中央氰基转移到外围氰基上。最后，丙二酸单酰基进位，丙二酸单酰辅酶在转移酶催化下，丙二酸单酰基被转移到中央氰基上。左图表示乙酰基先进位到中央氰基，然后移位到外围氰基。右图表示丙二酸单酰基进位到中央氰基。第二阶段，脂肪酸碳链的延伸，缩合反应。在合成酶催化下，外围氰基上的乙酰基与中央氰基上的丙二酸单酰基缩合成贝塔酮丁酰基，连接在中央氰基上，同时释放出一分子二氧化碳。还原，在还原酶催化下，贝塔酮丁酰基贝塔位羟基被 NADPH 还原成羟基，生成贝塔羟酯酰基。脱水，在脱水酶催化下，贝塔羟丁酰基的阿尔法、贝塔碳原子间脱水生成反式的第2烯丁酰基，贝塔位碳原子
脱羟基，阿尔法为碳原子，脱氢。还原，在还原酶催化下，贝塔同丁酰基贝塔为羟基被 NADPH 还原成羟基，生成贝塔羟酯酰基。生成的丁酰基再以新进位的丙二酸单酰基重复缩合、还原、脱水再还原的循环反应，又延长2个碳片段，生成己酯酰基。如此反复进行，直到生成软酯酰基为止。脂肪酸链的合成3个阶段，延伸阶段的4步反应：缩合、还原、脱水、还原过程。同学们要注意主要反应过程中关键集团的变化情况。第3阶段，酯酰基水解。当中央丘基上的酯酰基延长到一定程度，不超过16碳后，在硫酯酶的作用下 ，ACP 上的酯酰基或被转移到辅酶 A 上，或形成游离脂肪酸，或者直接用于合成磷脂酸。脂肪酸碳链合成的全过程，每次经过缩合、还原、脱水、还原4步反应，脂肪酸碳链延长1个2碳单位，循环延伸，直至合成达到16碳的饱和脂肪酸。脂肪酸碳链的合成从甲基端开始，即甲基端先合成。有脂肪酸合酶系统形成1分子软脂酸，需要消耗8分子乙酰辅酶 A、7分子 ATP 和14分子 NADPH。NADPH 主要来源于葡萄糖分解的磷酸戊糖途径。此外，苹果酸氧化脱羧也可产生少量 NADPH。脂肪酸的贝塔氧化和从头合成过程不是简单的逆转关系，它们反映的组织、细胞定位、转移载体、先基载体、限素酶、激活剂、抑制剂、共氢体和受氢体以及反应底物与产物均不相同。长链脂肪酸碳链的延长是以酯酰辅酶 A 作为起，通过与从头合成相似的步骤，即缩合、还原、脱水再还原，逐步在羧基端增加2碳单位。延长过程发生在动物体类质网及线粒体以及植物叶绿体和前置体中，不同部位延长的具体方式都不相同。在动物体中，发生在线粒体的延长过程相当于脂肪酸贝塔氧化过程的逆转，只是第2次还原反应是烯酯酰辅酶还原酶，而不是脱氢酶催化。辅酶是 NADPH 而不是 FADH2。在类质网，脂肪酸链延长是以丙二酰辅酶 A 为2碳单位的共体，由 NADPH 共氢，经缩合、脱羧、还原等过程延长碳链，与胞液中脂肪酸合成过程基本相同，但催化反应的酶体系不同。脂肪先基载体不是 ACP 而是辅酶 A。 植物的脂肪酸延长系统有2个，叶粒体或前置体中只负责将软脂酸转变为硬脂酸，这一过程类似于从头合成途径。碳链的进一步延长则由类质网上的延长系统完成。